出柜的时候，我说妈，我想变性。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花很多钱，差不多330万、350万、330。但其实台湾也没有多开明我老实说，确实，大家都不要再装了，真的。哪里不舒服？我说我全身都不舒服，明天好不好？心里也不舒服，大家都不了解，会被很多人讨厌大家就会以那种很极端的女性框架放在我们身上，皮肤不够好、不够白、不够漂亮。护理师说，那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？那你怎么应对？干你屁事！欢迎来到《我是女生》第1集。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要让所有跨性别知道，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是怎么走，以及服用的药物、手术是怎么样的，能带给更多跨性别姐妹更多的帮助。那我们第1集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跨性别界的颜值担当科普。要这样子标准放这么高让你们台阶可以下，对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可福。可福他是算是我跨性别的老师，就是我在刚跨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些药物以及手术上的问题都跟他请教，所以我会说他是跨性别界的颜值担当，不为过。你在做手术之前，对于这个变性手术有什么期待啊？我那时候想的不多，只要是成功，然后功能正常，看起来是漂亮的就好了。我没有看过什么女生的下面，我只有看过身边的女生的下面，可是他一跟我说每个人下面都不一样。所以他说只要看起来对称就好了。我那时候术后一拆开，我看是对称的虽然血肉模糊，还行啊。我也没想过下面还可以长这样。第一次用女生生殖器官尿尿的感觉是什么？它发力的点跟以往不一样哦，比较在腹部发力哦。有些人如果太习惯原本上厕所的感觉，他真的会尿不出来。不是因为肿胀，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发力点。因为男生的发力点比较偏下，就是这种膀胱在气管那。对，下面那里。但女生发力点在小腹大概这个位置。如果你不是在这地方发力，你还是尿不出来，你会很像憋住那个尿的感觉。你做手术已经多久了？好久就这样过了6年了。你觉得外观是你满意的吗？是我满意的，至少它很对称。OK， 那在功能上是你满意的吗？功能上使用上是你满意的吗？过程是不是？过程，我觉得有点痛啊。痛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蛮多姐妹很期待手术后的成果跟她的感觉。你觉得痛？我觉得是因为很少使用，然后扩张其实在跟真的进行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扩张也许觉得够了，不会痛了，可是你在进行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前期会不大舒适。会流血吗？微量出血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这样。那你像这样子，如果这么痛、这种不舒服的话，还有办法享受那件事情吗？会啊，前面10分钟过后之后，还是觉得还可以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但进行的过程中，你要觉得是不是愉悦，其实跟对方也有关系。很多姐妹就担心说，变性手术之后有没有一定要用润滑剂？我不用算是很润的。是不是太辛辣这个话题？然后在量的方面，你觉得呢？我是没看过女生在那个时候的水量是多少，不过以我周遭的听到来讲，应该少1/2吧。以我自己，以我之前的经验来说，床很湿OK， 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因为蛮多人好奇的。它就是透明的液体，然后就是稍微有一点微微稠稠的感觉。比起女生的液体，应该是微微的再稠一些。我也觉得有一点勾芡。是，对，有点像勾芡。对，味道上也是没什么味道的，一样是透明的。对，但就是比较偏向润滑剂的感觉啦。对，以我自己的案例为例，如果我跟那个男生没有什么感觉的话，还是得用润滑剂。我觉得还是看感觉，如果没有感觉的话，很干。比沙漠还干。痛吗？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都痛。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对的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这么的有感觉但很痛？对，确实很痛。大概前5到10分钟吧，对不对？5到10分钟啊，剧痛。然后那个后来不痛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痛到无感了，还是就适应了，痛到习惯。那你在泰国待多久啊？你是替迪医生做的嘛？然后在泰国做，你在几年前做的啊？应该是18年。18年做的，多少钱啊
那时候做33万台铢。那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，你觉得哪里你最难受？术后那一周在医院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全身都是管子，然后还要被那个护理师，然后我们要下来走路了，然后就把那个尿袋啊，然后导血管全部提一提，然后说来我们下来走路，就把它扛下来。站着你就觉得妈呀，那个下面充血的感觉好不舒服啊。然后要你走出去外面走一圈，然后觉得哦没关系，坐下来躺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走第2次。真的，你最难受的，比如说术后那7天，你觉得是怎样难受？除了走路以外，扩张吧，没想过这么不舒服。哦，因为原本大家只在网上听说，大家就是把棒子放进去，因为上网去看，大家都讲得很隐晦啊，然后说什么哦，其实也没有太辛苦，就是忍忍就过。然后你放进去第一个尺寸那里，我说妈呀，什么叫忍忍就过？全身都是汗哎，就那个地方还长这样子，还在渗血。我说可以明天吗？说不行，要赶紧，不然你会觉得很不舒服，会很紧。我说不行，那明天好不好？我今天有点不舒服。他说哪里不舒服？我说我全身都不舒服，明天好不好？心里也不舒服。我甚至已经找不到洞口，因为它很肿。哦，对，因为它整个就肿起来，然后就是充血状态，然后就整个有些是血，有些是疤痕，有些黑又有些淤青，你搞不太清楚它的下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。中介来帮我护理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所以洞口到底在哪？他就说这是尿道，这是洞口，他就把棉花棒插进去，就说你看这就是洞口。当下就看到一根棒子插在那，我就觉得我快要昏过去了。所以当时是你自己一个人去的吗？我跟我妈 ，OK， 我本来想自己去，那他有陪着你一起走吗？有啊，我妈很担心啊，每一个环节都很担心啊，然后都装得很镇定，装得很镇定，所以你知道他其实内心是不镇定的吗？还是我妈就是容易紧张慌张的人啊。我知道她在装镇定，因为麻药关系，我隔天才比较清醒。早上我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你昨天有没有偷哭？”我妈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说：“因为你很容易紧张啊。”我妈说：“我看起来没有很紧张。”我说：“我感觉得到啊。”哦，对啊 ，so sad。我前阵子才问我妈，我这一整个过程到现在这样子，你现在是放心的吗？我妈说：“现在是放心的。”那之前呢？她很担心我会不会因为这样不适应然后后悔，因为这个没有后悔药可以吃。她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哪天后悔了，她要怎么给我心理建设？妈就说，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是很阴柔的那种男生。她想说，这个可能是同性恋嘛。也许我妈就会有给自己做好心理准备，她觉得同性恋也没什么啊，就是喜欢什么都没什么错。然后后来我跟我妈出柜的时候，我说妈，我想变性。那妈妈知道你要变性的时候，有好奇什么点，或者是担心什么点吗？我妈就倒吸了一口气，好，没想到是这个。对，妈妈就说，其实不是同性恋。对，想过，但原来是另外一种方向。哦，就需要付出的差多了。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花很多钱，会被很多人讨厌哎。很多人可能会攻击你，觉得你很奇怪。对，我妈就跟我说，你看，跟社会的接受度是这样，即使她已经，我妈就说，即使她已经长得很漂亮，你看那个记者媒体跟所有的人对她的态度还是这样子，觉得她很奇怪。我妈说你自己要想好。那你从你讲说你要变性之后到真正动手术这个期间间隔多久啊？3年。3年。你觉得遇到最大的阻碍是什么？心里有一个障碍，是去吗？还是不去？其实那时候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努力，什么整形啊，什么有的没的，你就觉得好像以社会适应性来说没什么问题了。我就是觉得一切都很 OK 啊。我有确定要去手术吗？我就犹豫了。哦，我懂意思了。你是觉得现在都已经很 OK 了，就是已经没有任何排挤，也没有任何的不适应的地方，我确定我会动手术吗？我那时候想，你先去耶。先推我入火坑？没有，你整个过程是很快的。先那个敲一下艾莉，艾莉你还活着吗？然后我就手这样颤抖，这样。那时候没有，那时候你已经在自己的圈子里面，就是感觉已经做得很不错。那时候你不是在做一些模特的工作嘛？然后就觉得你好像过得很好啊，就没有，我没有去打扰，还能站着。对，我觉得还能站着，因为你在术后一切工作，像直播啊，然后后来你去大陆工作啊，然后拍摄什么的，我觉得你好像一切都很顺利。我想不需要打扰。
的状况。台湾的现状，你觉得对跨性别的接受度，如果是满分是10分的话，目前一半一半。其实台湾虽然是通过同婚的第一个国家，在亚洲区，但其实台湾也没有多开明我老实说，确实，大家都不要再装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你看，有时候像跨性别你的影片或是我们的影片，在被一些媒体发布的时候，你看看底下的留言，你就知道这个风气难上加难啊。大家都不了解，你知道，即使你的影片内容已经在讲变性手术了，大家还在那边说什么下面难上加难，下面什么下面有一根啊什么的，什么下面有一根我不行啊，然后说什么这一位的你最喜欢，然后标记朋友进来看。确实，然后现在因为太多跨性别了，然后大家只要看到很高的女生，背后听到男生们说这么高，该不会是男的吧？又是男的。现在很多路人都这样。对啊，看到很高的女生，真男的吧？真男的吧？骨架那么大，女生178骨架本来就会比较大对啊，我这讲这一定会被大家拷贝。没关系啦，大家看着我们，其实是会把很重的女性框架放在我们身上的。你肩膀骨架太宽，然后什么你脸看起来还是很像男生，你的身材一看就知道骨架是男生，你的手很大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大家就会以那种很极端的女性框架放在我们身上，皮肤不够好，不够白，不够漂亮，然后仪态不够好，说话不够温柔，什么意思？你对一般女生都没有那么严苛了，对我们那么严苛干嘛？一般人对于一般女生也不会说，你皮肤不够好啊，你讲话那么那个粗糙，你讲话不温柔，对，然后这样你的思考逻辑还是很男性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对啊，你这样就不是真正的跨性别啊，但一般人会对女生讲这些吗？不可能啊，对啊，就怎么敢在路上跟人家讲说，你不够女生，然后你走路很大喇喇，然后你皮肤不够好，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样就是有一点男人婆，那个女生比较就是没什么气质，就这样带过。对啊，可是在我们身上就是会鸡蛋挑骨头台湾跨性别的现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台湾跨性别的现状，哇，开始要进入很敏感的话题了。这有敏感吗？就以我们自己人来说，很多都还会往内互打。就以很多议题或是一些问题，大家自己人在讨论的时候，就会吵成一团，没有共识。需要我先讲吗？对，需要我先讲，你才能比较敢讲一点。你现在看到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现在如果以往内互打这个问题譬如说，我当初说要做泰国的手术中介的时候，我其实还没有介绍任何一个人过去的时候，很多圈内的人就会说：“哎呦，艾里的中介费好贵哦。”问题是不是想要赚自己人的钱？对啊，大赚特赚。问题是我根本就还没有做任何一个人的中介，然后导致我最后只能想说：“好，那我就全额免费赞助大家去，这样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”遇到问题一样啊，我在做医美，然后很多跨性别想要变得跟我一样漂亮，或是想要再柔和一点，想变美，都会来寻求我的意见，然后就会有些人觉得说，那你就去其他医美问就好，你干嘛一定要问他？这样还会被他赚钱我就问啦，各位亲爱的，我们做这些如果不赚钱的话，我们靠什么吃饭？对吧？不要老是就是想要这样攻击别人，说就是靠跨性别在吃饭，奇怪，我们的客人也不是只来自于你们对啊，我只是顺便帮助，然后刚好医师对于柔化这个部分有经验，那可以给大家分享。因为咨询呢也不是压着你们的头说要付钱要做，大家就是不要这么坏，真的。你看像你这个价格都没开出来，别人就说你很贵，对啊。然后我们的价格有时候有些项目比较贵，然后就会说他一定赚很多钱。对啊，确实，何必呢？跨性别界的姐妹们都会把就是一些真的在做事的人，然后把他们想得很坏。就什么都想要免费，然后什么都是要伸张自己的权益。对啊，但其实大家也要上班，也要工作，不能过度上纲。对啊，如果你都没有商业化的话，很多东西是很难维持的。真的。对啊，但大家就是不想要商业化，他们就觉得跨性别就是一个弱势，你不够 pass，
就是这样。有些人不是在群组里面会发一些穿搭照片，然后分享，然后他可能穿的是新衣服，然后他觉得我很满意，然后分享给大家我买了新衣服，然后突然就有人跟你说这个衣服很显你的肩宽呢，然后突然就是胸口插了一把刀这样，然后还说什么这个颜色好像没有很适合你耶，然后再插一把刀，自己人攻击自己人。但大家说很多人卡在说啊，我没有工作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存钱，怎么存到这个钱的？你这边是怎么办到？你怎么存到这个钱的？我的工作原本就让我有存钱，然后不足的部分我直接去贷款。哦，对，当初是存到多少，然后贷多少？存款有200多，然后贷款的部分就贷个40万。存款存到200多，为什么不直接现金存到支付200万还要贷款？因为我那时候花了整形的钱啊。哦，所以你原本存到200万，然后就是在花了一半做整形，对，做花了一半以上，然后剩下的钱几十万你要留在身上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手术之后你得休多久。我给自己的预设是抓了半年。你真正让你存到钱的那份职业是什么吗？彩妆造型。彩妆造型，彩妆造型就是你一个 case 新密什么的，你就可以接一场2万左右。大概做了多久啊？存到这个钱大概做了多久？我前后其实做了蛮多年的耶。我就是有在接案，然后加上我那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有兼职做其他的工作，例如礼仪师。礼仪师是那一个送葬的礼仪师吗？对，大体的那种化妆的。哦，大体化也算是彩妆啊，彩妆啊，也是彩妆啊。啊，但其实蛮多跨性别姐妹会觉得说，那她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要怎么找啊？我一直在想，我要怎么告诉大家如何去找到工作，可是确实现在的社会还是有很多的不友善。因为我认识很多老板，他怕会吓到客人，因为有些客人会觉得这样很奇怪什么的。我在想，有差吗？为什么要先有这样的想法？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看？也许他很有个人魅力跟特色，可以帮你吸引很多客人，对吧？可是当初你去面试工作的时候，你的身份证也是男生吗？但那身份证不一样的这个点有带给你困扰吗？在面试找工作上面？会啊，去银行，等一下要被问是不是本人。去看个医生，然后拿健保卡，也曾经被那个护理师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？”那你怎么应对？干你屁事！有一阵子你不是都会招募员工吗？有人来问我，我就会说去找你。好，欢迎，我们 mail 都在下面，欢迎加入爱理工作室。对啊 ，OK， 还在持续拓展中嘛？持续拓展中。对，快来哦！对，忘记刚刚跟大家说，本集由百里声音赞助播出，好吗？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肌肤透亮美白，请使用百里萃。我们现在想有一个幸福曲线指数，想让你来填一下。最旁边是小时候10岁，然后到后面这边是35岁，然后越偏上面是越幸福。10岁的时候好像很平淡哎，我甚至不记得，一定是没什么大事发生。15岁就是在学校很娘炮，然后一直被大家说那娘炮啊。哦，所以其实你是最难受、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偏向25岁，然后现在是最开心的时候。那25岁发生什么事了？前一段的感情不是很好。其实我有手术的契机，是因为前一段，还年轻吧，不懂事。怎么说？要结婚就一定要去做手术吗？要换证吗？我懂意思了。其实要把自己交付出去。你们相处不合的原因跟跨性别有关吗？相处不合的原因是因为后来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变了，尤其是我。通常为了什么事情吵架？什么都能吵，吃个饭也能吵架。一个菜单，我任性一点，我今天想要点3个小菜，然后他就会说你每次都没吃完，点这很浪费。那你都怎么回？我说没关系，我出啊。他就说你不能因为你口袋里面有一点钱，你就这样子啊，你就是这样子乱花钱的人啊。很爱碎碎念。对，这时候我公主病就发作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喜欢这样啊，不然就都不要吃啊。你现在这样被你一讲，我都吃不下了。他是怎样？处女座吗？还是巨蟹座？巨蟹。所以最后谁分的？谁提的分手？是我。你怎么提啊？就我其实后来有努力了1年。我想说，既然都已经在一起，既然都已经经历了这么多，就不要轻易放弃。
我在努力，然后努力了将近快1年，我发现我真的不行，我好累哦。通常女生好像都会这样，就想说还可以再不要轻易放弃。对，都已经花这么多时间，因为人家说感情就是要磨合什么的。对。后来我得到的结论是狗屁。狗屁？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他从出生开始，他的家庭、他的环境、他受的教育、他的文化，他导致于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。你休想因为你自己一个，光是你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想法，就可以去改变他的一切。难，磨合不是这样子用的。所以名言就是男人与其磨合不如换心，是吧？如果你真的磨合得很累，就放手吧。虽然可能有些人觉得我这样子的想法不是对的，但真的很累，为什么要强迫自己过得那么累？确实，如果你要把一个人变成你要的样子，你倒不如一开始就找那是你想要的样子的那个人。哎呦，金句名言。那你这样交过几个男朋友啊？交过几个男朋友？真的交往的哦？天哪，这个真的大概5个，5个男朋友。那像是很多姐妹会说啊，我就找不到男朋友。怎么办？你怎么找到？你怎么能找到5个男朋友？然后我也找不到男朋友啊，在感情路上都没有人要接受我，要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又补一枪。那怎么办？很多很多啊。男朋友都在哪里找的？你都怎么遇到你对啊，男朋友？怎么找的？我也是遇过这个问题。因为我的身份一向都是公开的，我必须再提前说一次，所以能够靠近你的男生，通常他们都是已经知道你的状况的人，已经知道什么状况，你已经知道你的身份，然后他也觉得 OK，对，然后就是可以开始多认识一点，然后开始约会什么。因为有些人他一开始不会告诉他的身份啊，然后以至于后期他讲了之后，然后就被迫分手。或者是找不到对象，这真的好难哦！你要怎么让人家找到对象？对啊，他说那我找不到对象怎么办？我上交友软体都没有人要跟我配对，能跟我配对跟我见面，又不跟我见面，那骂人家是死人妖，还会被 ban 掉。那骂人家是死人妖，那怎么办？那让自己外表的进化吧，化妆也好，穿搭也好，整形也好，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有人爱你之前，你必须要先爱你自己。哇，金句名。那在外貌跟外表手术这方面，你下了很多功夫吗？很多，非常多。您现在目前动过多少部分了？这可以说吗？全身可以说啊，赤裸裸的全摊开来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很多你想要从哪个部分先开始？我们现在算总金额好了，总金额大概估计多少？300出头有了，300出头万，差不多330万、350万，330以下。全身上下差不多330万，300出头，额头，然后双眼皮、鼻子、下巴、法令垫片、苹果肌、颧骨、下颚，然后跟植发，然后还有隆乳。跟丰臀、变性手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经历了很多惨痛的过程换来的。OK， 对啊，而且这样算起来，很多都不是手术花最多钱，是后续的保养啊。你可能想要玻尿酸或是一些填充剂，想要补一点这里那里，然后维持它完美什么的。因为很多东西的细节是手术达不到的。如果你想要脸上圆润一点，你就只能填充东西啊。伊莲丝啊，自体胶原增生的一些针剂，在针剂上面你大概花了多少？起码有个40-50万。哇，所以如果重来一次，你会先做变性手术，还是先做整容手术？整容手术。为什么？外貌的改变是最大，然后大家都看得到的。对啊，也是自己看了能够开心的。你看下面有没有？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在乎啦。但是你长得如何，这可是一眼就看得出来、明目了然的东西啊！在做手术之前，我还是会觉得愿意接纳这样子的人，其实很少。我有过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想法。所以一旦有人愿意接受你，我都是抱持着一种很感恩的心态。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什么啊，你好像是不是没有特别设定什么条件去寻找对象什么的？我说不会啊，就是你要遇到一个真的也爱你的人，其实很难。后来发现只是自己将就罢了。那在一路上，你有最想感谢谁吗？我妈。
怎么说？不管我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会告诉我没事，再给自己一点时间会过去，然后有时候我自己过不去，然后心里觉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我妈就会跟我说，有些东西无解，只能用时间去冲淡。你能做的就是其他可以让你开心的事情，所以你想干嘛你就立刻现在就去干嘛。我妈教了我很高级的逃避，因为我妈所有东西都说解决不了，有时间吗？有，去旅游。就会有解放。就去旅游，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在沉淀自己的时候想到解决办法。对啊。整个重来一次的话，你会选择在几岁的时候？你跟我分享什么说？20、21岁的时候，我不会犹豫，我只要有那个时间、有那个能力的时候，我立刻豁出去，我立刻去。